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7月5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两个主题，第一个，滴滴上市与出市的前世今生啊，我们讲讲到底滴滴是为什么出的事儿啊？那么第二个是到底是铜墙铁壁还是血肉横飞啊？我们看看习近平讲话，我们用现实的案例来证明一下习近平讲话到底怎么样啊？第一个，海外上市的网约车平台集体出交，那么滴滴是6月30号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低调上市，那么在第3个交易日，也就是7月2号的盘前，网信办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发布公告，说对滴滴出行实施网络安全审查。然后这个公告出来之后，这个滴滴跌了 5.3%， 然后到了7月4号，那么7月4号是网信办发布关于下架滴滴出行的通报，原因是滴滴出行 APP 存在严重的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的问题啊。然后到了7月5号啊，就是昨天啊，网信办再发公告说这个网信办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对运满帮、货车帮啊、Boss 直聘实施网络安全审查。然后为了配合这个安全审查工作，审查期间运满货车帮Boss 直聘停止新用户注册。那么运满和货车帮这个2017年12月合并叫满帮集团啊。那么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滴滴、运满、货车帮、Boss 直聘四个 APP， 然后是3家企业，其实就是3家企业，因为满帮集团啊。然后这个3家企业他们都出状况，都进行这个网络安全审查。那么他们这几家企业，第一，全部都是网络安全审查；第二，他们都是平台型的企业；第三，这3家公司都在1个月之内在美国挂牌上市啊。那么我们先讲讲满帮啊，满帮是由2家公司合并啊，2017年12月啊，2家货运平台，一个叫运满，一个叫货车帮合并成为满帮集团。它基本上是被业界认为是货运行业的滴滴啊，这主要是业务匹配货主跟卡车司机进行匹配啊。那么这是应该叫公路货运平台。合并到现在，这2家公司还是2个独立的品牌运营。那么满帮集团是6月22号在纽约交易所挂牌上市，挂牌上市当天涨 14% 啊。那么满帮是去年已经是全球最大的这个货运平台，那么大约有 20%， 大约占中国市场20%的份额，也就是说，中国的中型和重型的卡车司机有 20% 的中型和卡车司机在上面完成这个运输订单。那么去年平台完成的订单是7170万笔，交易是 1.74 亿交易规模啊 1.74 亿元。那么有280万货车司机在它的平台上完成交易啊。那么满帮和滴滴所在的市场有所不同啊，他们并不是，就是说满帮并没有那么大的势力啊，滴滴的势力更强大。但是呢，在匹配市场这个领域啊，因为货运市场它有2个市场，一个市场是什么呢？就是已经计划好的运输，以及计划好的运输呢，满帮是没有关系，跟它没有关系。
但是满帮最重要的是在匹配市场这一块，它在匹配市场这一块基本上占有垄断地位。那么满帮的净营收啊，19年是24亿啊，那么去年是25亿啊，但是它还在亏损啊，大概是这样。另外一个平台就是 Boss 直聘啊 ，Boss 直聘主要是针对中小企业的招聘服务。那么它是在6月11号在纳斯达克挂牌，第一天就涨了95%啊。那么它的收费模式是，应聘的员工不交钱，向企业收费啊。那么它基本上向企业收费占它总收费的99%。那么现在到2020年的3月啊，那么付费企业客户啊有289万啊，那么总认证的企业是630万，认证求职者是8580万啊，那么82.6%是中小企业啊，那么它还在亏损啊，那么去年是亏了9亿。前年亏了5亿啊，那么今年一季度亏的是1.76亿啊。那么我们再讲讲什么叫网络安全审查，因为我刚才看到，刚才有网友给我发信息，说这个，说滴滴说他不知道网络安全审查是怎么回事，在这个 IPO 之前。他都不知道网络安全是怎么回事啊。那么我们就讲讲网络安全审查是怎么回事。去年的4月，2020年的4月，网信办、发改委、工信部、公安部、国安部、财政部、商务部、人民银行、市场监督总局、广电总局、国家保密局、国家密码管理局12个部委发布什么呢？发布网络安全审查办法。那么要求关键的信息基础设施，运营采购网络产品和服务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都要进行网络安全审查。然后这个办法是去年的6月份开始生效啊。那么网络安全审查是这么说，它如果违反了这个网络安全法，中国有个网络安全法，然后网络安全审查办法，那么网络安全法第65条有一个具体而言，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使用未经安全审查或者安全审查未通过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有关部门责令停止使用，处采购金额1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负责人员处以1万以上10万以下的罚款。这个还是很厉害的，因为他要把它停下来啊。那么中国信息安全研究院的副院长叫左小栋，他在解释这件事情，他这么说，他说网络安全审查制度主要是威慑，而不是随时启动啊。那么接受网络安全审查意味着企业的产品或者服务有可能不安全，有可能有不安全的隐患。他说启动这个网络安全审查有2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采购网络产品或者服务可能会影响国家安全，就要进行网络安全审查。第二个是网络安全审查机制成员单位如果他认为会影响或者可能会影响国家安全，也可以启动。就是基本上是2个，一个是主动就是说它不是现在我刚才讲了12个部门12个部门，12个部委都是这个成员这个只要他们有成员有认为他有网络安全问题，就可以启动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影响的就要启动那么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设在网信办
那么包括网信办总共有12个部委组成这个网络安全审查工作机制，也就意味着12个成员，就是12个部委都可以对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对象提起网络安全审查，就是12个部门全部都可以啊。那么网络安全审查办法第9条，他是这么说，他说主要考虑的这个什么叫国家安全风险，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5个因素。第一个，产品和服务使用后带来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被非法控制或者遭受干扰或者破坏，以及重要数据被窃取、泄露或者是损毁的风险。就是说这个基础设施有数据被盗、被损毁的风险，这第一个。第二个，产品和服务如果是中断了，就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业务的连续性有危害就是说如果你服务中断就会对这个连续性有危害。第三个，产品和服务的安全性、开放性、透明性、来源的多样性、供应渠道的可靠性，因为政治、外交、贸易等因素导致供应中断的风险第四个就是产品和服务要遵守中国的法律。第5个是其他可能危害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安全和国家安全因素，5个那么这就是什么叫网络安全审查。网络安全审查它基本上不是一个有透明度的机制，就是你不知道你有没有违反因为他也没有提示就是如果他觉得你有了，就可以进行审查因为你要审查就要停止新用户的注册看刚才已经说过了那么滴滴跟政府之间发生了什么问题4月13号，市场监督总局就是工商局，市场监督总局加上网信办加上个税务总局那么召开了一个互联网平台企业的行政指导会。那么有34家互联网平台企业代表参加了会议其中当然包括滴滴，也包括了当当，也包括了这个腾讯，也包括了阿里、美团，全都包括京东都包括基本上34家这个平台的这种电子商务或者是各种应用全部都包括了这个会议开完之后，4月13号开完，那么滴滴在4月中旬就悄悄的在美国递了表，准备上市。那么当时呢，政府监管当局当然主要是通常讲的是中国证监会，证监会就跟滴滴打招呼说这个你这上市时机不对滴滴有没有听？滴滴没理滴滴没理。那这段时间呢，正好碰上什么呢？碰上这个互联网监管收紧从去年的11月开始，一直到现在，这个中国监管机构一直在打击互联网平台。那么滴滴呢，本来呢就是主要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员你想出行它是老大那衣食住行数过去，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设施。那么之前其实滴滴是想上市去哪上市？去香港上市。去香港上市呢，这个政府不支持，当时的证监会不大支持，就不大支持他去香港。他不支持去香港，香港在5党控制范围之内，所以滴滴去不了。去不了怎么办呢？去不了他就去美国。所以你现在转道去美国，那他更不高兴这是第一个，就是关于滴滴满帮的情况也不大好。满帮是在今年的4月底，满帮和货拉拉被交通运输部呢，这个它有一个新业态协同监管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约谈啊，约谈就是满帮和这个货拉拉都是货运平台。那么基本上满帮加上货拉拉基本上是中国就差不多就全部都这2家了啊。那么它是监管约谈里面提出几点啊，第一个，定价机制不合理啊；第二个，运营规则不公平；第三个，生产经营不规范；第四个，主体责任不落实。如果这2个平台有这样的问题，你直接应该把它关掉，对吧？如果一个平台这么样的问题，反正他也不平静啊，反正满帮也。那民企海外上市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你看，为什么滴滴想去香港不高兴啊？不高兴不支持，当然他就去不了，因为香港那边证监会一打招呼，那香港那边肯定就不批了。所以滴滴一看证监会不大支持他去香港，他就去美国，但去美国肯定就也不高兴，但是好像没阻止他。那到底这个海外这些民企海外上市到底怎么回事啊？海外上市其实有2种模式啊，中国企业一种模式叫小红筹模式。小红筹模式基本上是在中国的民企海外上市都叫小红筹模式啊，普遍都采用这种模式。它几个步骤啊，第一个步骤，境内的自然人啊，自然人当然主要讲的是这个创始人啊，创始人跑到开曼或者跑到其他的成立一个控股公司啊，叫 BVI 叫离岸机构啊，离岸公司啊，先成立一个离岸公司，然后呢再把境内的经营主体啊，经营主体就是比如说滴滴啊，滴滴北京有限公司啊，滴滴出行北京有限公司，比如说一间这样的公司，把它呢变成我在这个开曼成立的这个 BVI， 就是这个离岸公司的子公司，或者叫什么呢？叫可变利益受体啊，可变利益实体啊，或者英文叫 VIE 啊，就把国内的这家公司变成海外的家 BVI 的子公司，然后呢，通过海外的这家 BVI 去美国上市，去香港上市或者去伦敦上市，上市的并不是国内的这家实体，而是海外的这家实体。那么大概就是这样。那实际上上市的主体就是这个，比如说开曼的这家境外的公司，那它注册地就在开曼，那受开曼的法律监管。那么滴滴呢？滴滴是20轮融资，20轮融资了200亿美元。那么大家知道这么多次融资，那么结构非常的复杂。那么公司的管理层通过 AB 股啊 ，AB 股就是不同的权益的股票，维持对公司的控制啊。那么目前对于小红筹模式公司境外上市没有审批程序，就是中国证监会没有对中国的民企海外上市有审批程序，那么证监会也没有职能对它进行审批，这是第一个模式。第二个模式叫大红筹模式，大红筹模式基本上就是中国的国企去海外上市，基本上全叫大红筹模式。那么1997年6月20号，那么这个证监会发布了一个关于进一步加强在境外发行股票和上市管理的通知啊，这个通知呢就有审批程序啊，整个的审批程序，从这个备案程序到采购、收购，到这个换股，到行政划拨等等模式，将境内的这个企业的权益注入到境外的资本运作实体，就比如说在香港成立一家公司，在香港上市等等啊。那么然后再把境外的这个运作主体去上市，这个模式基本上
所有的国企都是走这个模式，这个模式就很清晰的，备案、审查等等等等等等全过啊，然后基本上这个像中国五矿啊、中国粮油啊、上海实业都是这种模式上市的。那么有审批的部门有这个证监会、发改委、商务部、国资委联合审批啊。那么中国民企在中国的民企基本上不采用这种模式，但是尽管它没有这个模式，但是他们要拿到一样东西，什么东西？民企啊，小红筹模式也好，大红筹模式也好，他们去海外上市都要拿到一样东西，叫什么？叫无异议函。无异议函就是没有不反对函，是谁出的呢？是中国证监会法律部出的，出给这个企业，出给企业的这个他准备上市过程当中的律师事务所，这个律师事务所要跑到证监会去，那你给我出个函，我这里有一家公司要去美国上市，去新加坡上市，你出个函，出什么函？出无异议函，就是不反对通知书啊。那么实际上的这个审核在这个证监会的国际部，所以呢，他还会，那你申请的话，那你给点资料呗，那你就把所有资料给他啊，他就出一个这个函，你才能上市。所以虽然他没有审批程序，但是他要有个这个函。这个函呢，等到了2002年，就是行政许可法出台，明确规定未经法律和行政法规授权，不可设定行政许可项目。所以呢，到了这件事情到了2002年，这个无异议函呢就取消了，因为没有法律依据啊。那么所以呢，无异议函取消之后呢，那么像这个小红筹，所有的小红筹就是中国的民企去海外上市呢，就没有任何的政府监管了。只要你去海外上市，政府就没有监管。所以为什么这个民企最近1-2年大量的跑到海外去上市？原因就是政府已经没有这个审批程序了啊。那么，但是呢，也不完全是没有审批程序，因为这里面还涉及到什么？涉及到分红啊。你比如说上市公司你要分红，你分红呢，你生意在国内，那你生意在国内呢，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要把人民币换成美元汇出去，所以呢，它还要什么呢？还要按照这个商务部，要商务部和外管局，就是外汇管理局，商务部有10号文，外管局有37号文，进行备案，去这2个部门去备案，说我去海外上市了，到时候我要去分红，要有一些资本上的资金进出，那么这个红筹的架构就按照这个来备案，这是到目前为止是唯一要做的。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跟今天的新闻有关，就是网络安全审查。网络安全审查的办法，其实它要求的是什么？它要求是由企业主动申请网络安全审查，你别等他来找你，你去找他。如果你心里没底的话，基本上就是件这样的事儿。但这个事情呢，是去年6月份才发生的，很多企业并不知道啊。从目前来看，那被进行就是遇到网络安全审查的这3家企业，包括滴滴、包括满帮、包括 Boss 直聘，这3家企业都没有事先主动申请网络安全审查。所以滴滴记者采访他就说我不知道有这回事，他不知道有这回事，因为你没有主动申请网络安全审查，那他觉得你有网络安全问题的话，他就来进行网络安全审查，你就要主动停下来。从这个角度来说，应该是这个法律太新，那么这些法律顾问没有及时的更新他们的目录，
所以这件事情应该是有沟通上的问题，这是第一个。但是对滴滴来说，有2个问题是他没有搞清楚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第一个问题就是政府不想让他去美国，这是跟网络审查平行的另外一个问题。那么现在对滴滴来说，中国官方舆论，我讲的是官方舆论啊，就是大家一看就知道是官方的背景，但是它又不是人民日报、新华社啊，它中国官方现在经常用这种方式把风放出去，但是呢，他又不亲自讲，这样的话躲避这种责任啊。那么现在中国官方舆论有3个对滴滴的攻击点啊。第一个点是什么？第一个点就是滴滴有一个独立董事，名字叫 Adrian Perica。这个人呢是从2016年到2016年的6月30号开始担任滴滴的独立董事，到现在一直在做滴滴的独立董事。那么滴滴的招股书上面说这个 Adrian Perica 原来是服务于苹果做副总裁啊，是09年加入苹果，负责监管软件、硬件和服务领域关键技术和新业务的整合啊。那么他在加入苹果之前，在高盛、在德勤服务了很多年，而且他曾经获得过西点军校物理学的学位啊，然后是麻省理工的 MBA 的硕士学位。也就是说，这位独立董事有美国陆军的背景啊，这是第一个攻击点。这个攻击点有没有道理呢？基本上没太多道理啊，因为什么？因为美国的军人真的很多，退伍军人真的很多。那你去查一下，就是美国很多企业的高管都是有从军的背景，比如海军陆战队啊，这个实在太多了。如果是以这个为背景，就是他已经退伍了，他不是现役，而且退伍不是1、2年了啊。但是这个是滴滴被攻击的一个攻击点啊。第二个就是什么呢？第二个攻击点就是说中美关系现在不好，然后你跑到美国去上市，你本来应该去香港啊，如果你想境外上市，应该去香港，而不是美国。但香港不是之前说了吗？他不高兴嘛，不支持嘛啊，所以政府就不高兴。原因是最近一段时间其实有一大票的已经在美国上市的这个科技网络公司或者科技公司选择回归 A 股，或者是回归香港啊。那么特别是具有一些标杆意义的头部企业，比如说中芯国际啊，中芯国际就是从美国退市，然后去保留香港的上市地位，主要是为了规避中美之间的这种不可控的风险啊。那么当然中国政府其实也在部署这件事，也在促成这件事情。当然一方面是降低对美国资本市场的依赖，另外一方面就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嘛啊，这是第二个原因啊。第三个原因比较搞笑，搞笑的是什么？有几个都在提啊，环球时报在说，这个多维在说什么呢？有一个叫这个金融八卦女啊，发了一篇稿子，这篇稿子是什么呢？是2015年新华社播发的一篇稿子。这篇稿子讲的是什么呢？标题是滴滴大数据揭秘，高温天部委加班大比拼啊。那么其实呢，这个数据不仅仅是滴滴的，是新华社新媒体中心联合滴滴媒体研究院共同对实时数据形成的这个大数据分析，然后把这个气温和新闻叠加，分析什么呢？分析国家部委
他们的这些出巡的规律啊，比如说，最热的2天，2015年的这个5月份啊、7月份啊、7月份13号、14号气温直冲40度，然后来自公安部、监察部、民政部、司法部、财政部、人力资源保障部、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住房城建部等等，巴拉巴拉好多部委，他们这个滴滴打车、出租车、快车、专用车的数据，勾勒出他这个各个部委这个工作人员的出行的情况。啊，这篇稿子从2015年给拿出来，就用这篇稿子来说明，你看这个数据安全多重要。你看我们国家的这个各个部委的数据都能看到，来证明什么呢？网络审查安全的价值和意义啊。那么你可以看到，基本上现在滴滴这件事情遇到的麻烦，那我们可以讲有3大影响啊，基本上有3大影响。第一个影响，最重要的影响，其实最重要的影响是什么？最重要的影响就是中国的企业海外上市会遇到很大的麻烦。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你从去年的这个蚂蚁上市遇到困难啊，临上市前3天叫停啊，其实坑了一票人，从投资者到中间的承销商等等，一票人都被坑了。那么坑完之后还没完，今天再来一个滴滴打车、滴滴出行。滴滴出行这件事情，那件事情我们叫关门打狗，上不去了啊，就是闷在里头，投资者全闷在里，因为你上不了市，上不了市意味着你没办法把你手上握的股票套现，你就闷在里头了啊。那么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呢，这次呢是已经上市了。已经上市，当然你现在也是差不多也是闷在里头，因为你不可能这2天就上市。6月30号上市，总共有2个交易日啊，今天还是休息，要明天才开市。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这个时候啪，这个措施一出来，大部分都闷在里头了啊。这之前那个叫关门打狗，这个叫开门打狗啊。那无论是投行、承销商，他们在做中国企业到美国上市，甚至中国企业到其他国家上市，香港不算啊，香港现在已经不算了，他们就要考虑这个风险的问题。万一中间因为之前的网络安全审查这件事情是没有的，所有上市公司都没有，在上市公司的标准的程序当中是没有发生过，而且之前也没有发生过，没有发生过这件事情。说这个突然提起一个，你说在这个去年6月份开始实施之后，你第1个月或者第2个月宣布我对哪2家企业进行网络安全审查，那大家知道哦，这家公司哦有一件这样的事情，这件事情是没有发生过的。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你法律是通过了，但是你没有发生过这个动作，没有发生过动作，大家不会觉得我需要做这个动作。这个滴滴就说我不知道有这回事。那你现在突然一下跑出一个这样的东西出来，那除了这个以外还有没有别的呢？没有人知道。共产党经常干这种事情，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你变得所有的事情都有不确定的风险，所以你愿意干吗？那就这个世界上又不是中国企业，只有中国的企业才可以上市。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企业啊，中国企业有的时候，你之前过去20-30年，中国企业很受欢迎的原因是，中国经济在上升，中国经济上升，大家都很热门，都在问自己的董事会，你有中国计划吗？但是现在形势不一样了，现在形势吧，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拐点，已经往下走下坡路了，中美关系翻脸了。美国已经通过的那个法案要求中国，其实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还有一个这个关于什么呢？关于这个就是 PCLB 的问题。PCLB 其实有一个 PCLB 叫美国公共企业的会计审查委员会啊。
这个委员会呢，它是有一个规定，就是你所有的上市公司的审核必须有权看你的会计底稿。是会计底稿，我们叫会计凭证啊。会计凭证就是说，你每一项交易，你一定会有一个底单在那里，就是说发票或者是合同在那里备份，你证明这个交易是真实的。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实际上呢，中国跟美国之间是有法律上的冲突的。中国是不允许中国的企业把你的会计凭证拿出中国境外，不可以，那是违法的。但是美国的 PCAOB 呢规定，我要审查你的审计报告的话，我就必须看到我必须有权看到你的底稿，也就是凭证。那你一个要看，一个不让出境，其实中国的这个企业上市的时间剩下3年不到的时间，因为这个刚刚过4月份刚刚过的这个法律，所以呢，滴滴上市赶着上市也就让大家套个现。但你现在的问题是，你现在一个跑出个安全审查问题，再加上我刚才讲的这个 PCAOB 的这个审查的要求，因为他讲得很清楚，如果你连续3年都没有办法满足审查的要求的话，那你就必须退市，马上退市。也就是说，从法律通过到现在，中国的中概股剩下的时间就是不到3年时间，就是现在的这个问题。所以这第二个就是说，这件事情会令到中国的上市去海外中国企业到美国上市，变成有巨大的不确定性。说那为什么还干这种事情啊？这是第二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国现在很缺钱，缺什么？缺外汇。中国非常需要钱，这个时候，所以中国现在在部署什么呢？部署金融市场的开放。这跟以前的开放的程度是不一样的。以前开放是开放资本市场啊，债券市场、股市，让你们把这个原来的额度限制都放开，让你去进这个资本市场。现在不仅仅是这个，现在要不让这些华尔街的这些企业，什么会计师事务所啊，什么这些所有的金融行业，包括银行去中国做生意，开放市场。真的现在当然一方面有政治上的意图，但是真正的背后是什么？中国非常缺钱，需要钱进来。但是你现在把这个东西搞，后果是什么？后果就是钱进不来，风险太大了。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风险，也就是说，来自中国的这个资产标的背后意味的政治风险非常大，所以它不仅仅影响的是中国企业上海外上市的问题，它还意味着海外的资金到中国去也有风险。所以你想想看，一进一出差多少？所以这几个影响，我觉得中国现在搞这一堆这样的动作哈，从总的形势来看，非常不明智啊，非常的不明智。我跟资本市场的一些朋友聊天啊，就是谈到这个事情，大家异口同声的说啊，这么干2个字，疯了，绝对是疯了啊，好吧？好，那我们今天第一个主题，关于滴滴的上市和出市的这个前世今生，我们就讲到这里啊。第二个，我们讲讲到底是铜墙铁壁还是血肉横飞啊？习近平7月1号在中共建党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其实在海外持续的发酵啊。西方媒体对习近平的一段话非常的这个反应非常的强烈。这段话我再念一遍啊，这其实应该发生了很多遍了，我再念一遍。
他这么说，他说中国人民是崇尚正义、不畏强暴的人民，中华民族是具有强烈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的民族。中国人民从来没有欺负、压迫、奴役过其他国家的人民，这倒是真的。中国人民一直被欺负、压迫和奴役，他怎么去欺负别人呢？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啊，的确是这样。中国人民一直是被欺负、被压迫、被奴隶，所以他的确是不会欺负、压迫、奴役其他人，这个我同意。但是同时，他说，中国人民也绝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欺负、压迫、奴役我们。这个我也有点同意。为什么？中国人民也的确是没有被外来势力欺负、压迫、奴役啊。那要压迫、要奴役，我们自己来，基本上是这个意思啊。谁妄想这么干啊？必将在14亿多，14亿多，什么叫14亿多啊？这稿子写得很烂。中国人民用血肉铸成的钢铁长城面前，碰得头破血流。这句话有很多人有很多的解读，我们之前也讲过这个钢铁长城，所谓的钢铁长城怎么回事？这句话呢，就是拉来很多仇恨啊。那我这句话也一直在我脑子里回响。那我就这两天也是网络上有很多的新闻，我就摘了几段新闻来看看，到底是铜墙铁壁还是血肉横飞啊？新闻之一，就7月3号开始，就上个星期六刷屏什么刷屏？谋求推荐院士不成，航天投资董事长打伤2院士，这个新闻刷屏啊。那么事情是怎么回事？事情是航天投资董事长张涛约了2个人，一个叫王敬年，一个叫吴美荣，这2个人呢是航天领域的2个专家，他们也是国际宇航科学院的2个院士。他约他吃饭，在酒席上，他就这个张涛呢就请他们，那我也想去做这个国际宇航科学院的院士，你们2位能不能推荐我？这个王敬年呢就年轻一点，这个吴美荣呢就85岁了，这个王永年是66年啊，50多岁啊，就请了。王敬年呢就觉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啊，你请我吃饭，我第一次见面我不了解你啊。那么你在这个航天基础科技方面到底有什么成就，我也不了解。所以呢，他说我们认识再了解再说。这个张涛一听火冒三丈，就是怒骂这个王敬年。王敬年就当然你骂就骂我，我骂回你。你说你穷的要死啊，你得让我们投资才行啊。王敬年说你有钱是你的，我们做我们的研究啊。那这个张涛就火了，就动手打人啊，就是动手暴打。这个把86岁的吴美荣呢吓得够呛，赶紧要走。然后呢走呢就一路走一路追啊，在这个电梯间，在这个楼梯间厮打，跟这个王敬年厮打。结果呢是纠缠了大概1个多小时，视频都有啊。结果王敬年骨折，肋骨骨折，遍体鳞伤啊。然后吴美荣也被推倒在地，这个腰椎骨折，住院手术啊。那么这件事情很典型，这就是共产党的干部。共产党干部讲的是什么？暴力。一个董事长，这家公司呢叫航天投资呢，航天投资是航天集团，航天科技集团，航天科技集团原来就是航天部啊，航天部就成立的航天科技集团，航天科技集团它的投资平台资产2200亿啊，
那么张涛是他的董事长，他一直在航天科技工作，就是标准的官企，标准的官员。他是原来是航天科技的一个处长，然后做了这个航天投资的这个董事长，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国际宇航科学院，它其实是个非政府组织啊，也不是很有名，主要是航天科技领域的科学家，大家在一起。这个1960年成立，有日子啊，大家在一起，这个和各个国家的这个宇航局、航天机构有密切的联系，没有特别的功能啊，这是个不是，基本上你看是一个虚设的一个机构啊，荣誉性质。所以王进年是66年出生，他是北大地理系毕业啊，然后去科学院读的硕士，法国读的博士啊，然后吴美荣36年的，就说年纪都很大，他曾经是这个中国资源卫星应用中心的筹备的负责人，这两个都是科学家啊，做科研就是这样。然后呢，这个钢铁长城，血肉铸成的钢铁，这两位科学家算吧，对吗？这个血肉铸成的钢铁长城，没有把外部势力碰得这个头破血流，却被中共的干部打得血肉横飞，对吗？张涛在打人的时候，在那不断的叫嚣：“老子就要当，老子有花不完的钱，老子就要打死你。”这是那个里面说的啊。中共的德行啊，这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讲讲另外一个，5月27号，这是条旧闻啊，但是这个日本的媒体把它扒出来一做呢，就炒大了啊。5月27号，深圳7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首次审议了深圳市员工工资支付条例修正案。那么这个修正呢，是17年以来的第一次修正。修正内容包括4个，哪4个呢？第一个，工资支付日工资支付日，你延长到支付周期期满后的1个月。人话是什么呢？人话就是工资支付日，就是本来呢，上个月就是5月份的工资5月份工作从1号到31号，那本来应该是在下一个周期某一个天这个支付，他现在调整怎么调整？他调整延长满下一个支付周期的再下个月支付，也就是说，他让企业可以支付工资，可以延长到就是第2个月才付钱，理解吗？就是延长1个月的时间。讲到底就是把付工资的本来应该是上个月的工资这个月付，它可以让你下个月付，这是第一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不定时工作制员工法定假期工作不再享有3倍加班工资就是不定时工作制。不定时工作制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就是你的临时工作临时工的话你就没有3倍工资了。第二个。第三个，最低工资标准每2年调整一次，改成每3年调整一次。本来调整当然都是往上调了，那你现在2年调一次每2年调整一次，现在变成每3年调整一次，就是不让你加工资的速度减慢吧简单这么说。然后年终奖，你新增按劳动合同约定计发等方式就是说发年终奖，你们自己按照合同里面规定的随便怎么发
啊，就不再管你发放的工资了啊。那么总的来说就是3条，第一条，降低员工的加班费，是第一条。第二条，收紧奖金发放的规定啊，就是说你可以自己重新定了啊，原来规定的很清楚的规定，现在你自己按照你自己需要去发放就好了。第三个，延长向员工支付工资的最后期限啊，就3个规定啊。然后这个深圳人力资源和保障局啊这么解释，他说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当前深圳部分大中型企业经济效益下降，小微企业融资不易，成本较高的结构性问题依然突出，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下，稳企业稳就业是当前迫切任务，急需破除妨碍劳动力市场性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增强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构建更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啊。人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经济形势很差，企业经营压力很大，所以呢，我们要调整这个机制，让企业呢没那么大的压力啊。没那么大压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克扣员工啊，克扣员工，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一直以来啊，从去年一直到现在，从国家统计局到中国经济界一直在营造一个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啊，那么这样的预期啊，一直在讲中国经济稳中向好。但是你想一下，深圳基本上在各大城市当中，它的经济形势是比较好啊，比较好，因为它的几个支柱产业，高科技啊、金融啊，都是很有竞争力的啊。那你现在深圳就已经开始由政府出手来减轻企业负担，减轻企业负担不是他去减税哦，是让企业去克扣员工的福利。说明什么？说明第一，他自己没什么钱了啊，这个我请客你会超，结果我请客谁会超？员工在会超。这是一个深圳地方政府没什么钱啊，他没办法推动很多的就针对企业的优惠政策。第二个，企业的经营压力也是很大，倒闭的数量也很多，他没有办法，他只好在这个地方下手，在员工身上下手，这就是真实的情况。那你想一下，深圳尚且如此，那内陆，那这个西北其他的地方，那就更不用说了。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信号。所以，钢铁长城是什么？钢铁长城归根结底就是韭菜，需要的时候他们就是拿去做牺牲的，这就是钢铁长城。我们再讲另外一个，我在网上看见有一个律师叫王成岩，王成岩写了一段话啊，我觉得也很能反映中国这个钢铁长城的属性。他说，我的当事人他的儿子6年级，连续3天被外校的初中生欺凌、抢东西、打人、被打。最后呢，这个孩子呢，6年级的孩子呢，忍无可忍，告诉他的父母，他的父母去找那个初中生，跟他说，让他不要去欺负他儿子。结果那个初中生和同伴把他给踹倒在地，还有另外一个陌生的成年男子打他。于是呢，这个孩子的父亲呢就还手，他老婆跟他一起去，也动手，也一起这个殴打他的那个成年男人，打了一拳，踢了一脚。结果怎么样？结果这个警方对他孩子他妈判处行政拘留10天，罚款500块，
孩子妈不服，提起行政诉讼，法院2审驳回了这孩子他妈的诉讼啊。这个律师说，他说法院的判决是这个意思啊，讲给你听。虽然你老公被打，打你老公的人是有过错，但是你面对你老公挨打的情况，千万别激动，你得心平气和的去冷静处理。你可以劝说，你也可以报警，但千万不能动手。你还手了就是你不对，你就违法了，公安就得拘你，法院就得支持公安拘你。哎，就这个意思。他这么说，他说本人特意把判决的这段文字告诉大家，就是告诉大家以后要守法，而且要锻炼身体啊，锻炼身体，抗打啊，以便准备将来有可能发生的不测。同时，当面对自己的亲人遭到莫名的殴打的时候，千万要屏住呼吸，保持冷静，保持镇定，别动手。这就是中国的依法治国啊！中国人的确是没有去欺压别人，中国人民没有欺负别人，也没有欺压过别人。中国人是被什么？被中国人自己欺压，对吗？啊，那么中国人民也没有被外来势力欺负，他只是在国内被欺负而已，还不能还手。你一还手，法院就会判你啊！这就是中国的依法治国。那么另外一个律师呢，又有另外一段话，我也觉得值得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律师叫胡桂云，胡桂云在这个 YouTube 发了一段，他说重庆永川区有一女子开奥迪，26岁女子开一奥迪，和这个出租车剐蹭碰了一下啊。交警上来一看，女士全责啊，女士不服，晚上呢找人呢把那出租司机给打了一顿，然后还去找这个领导疏通。然后呢，这个第2天就去交警队处理这剐蹭。然后呢，这个剐蹭呢就改为交警就把原来这个女司机全责改为这个出租司机全责。这个出租司机当场大怒，手刃交警，把交警给捅了，交警当场死亡，然后砍了这个女司机40多刀，女司机第2天在医院去世。长安街知事啊，大家知道这是谁啊？这就是公安这个微博上的公安啊。长安街知事说，今天上午，永州区交警支队一民警在调解一起交通纠纷时，当事一方男子持刀将该民警和对方当事砍伤，民警送院送医，因伤势过重牺牲，另一当事人仍在抢救，嫌疑人被制服。这就是中国的社会，中国的社会既没有正义，也没有公义，中国的公安也好，法院也好，也不是社会正义的底线。中国人就在用这种方式寻求他自己的说法。好吧，那就是我今天第2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说，到底是铜墙铁壁还是血肉横飞？我们很清楚。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另外，我们就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好吗？好，明谢 Thora 和谢谢 Jack Han 谢谢 Jojo 谢谢 Mika 卡谢谢 Helen 谢谢。我们今天讲冒了是吗？好吧，不过我们会稍微长一点啊。情况，前几年朋友圈里有人舍弃在美国 IT 巨头的中层管理岗位，转投蚂蚁金服高管，有人打探到他们的包裹里可以达到9位数人民币。一时间，朋友圈里的 IT 人士对海归有着空前的热情，结果蚂蚁上市不成功，这个包裹成为一个空头承诺，
从此以后，大家对这股热情就慢慢冷却。今天滴滴这消息一出，大家纷纷感到无比震惊，对于归国的态度一下子180度大转弯。眼看着这么多本是人中龙凤的同行精英，因为一次选择而搭上一艘沉船，心情唏嘘不已。没关系嘛，还年轻嘛，船要沉了跳就是了，跳船就是了啊。情况，北京市政府要求北京的网约车必须金牌京沪，但真正京沪的司机毕竟是少数，所以政府给留了一个口子，非京沪司机可以入职，但要查到就罚款，每次1万块。交警手里有一个终端，可以随时知道路过的车是否是网约车，司机是否京沪，车上是否有乘客。滴滴司机明确跟司机承诺，首次被查要积极配合，公司报销罚款；第二次被查要重新学习考证。据说大北京每支滴滴一个公司被罚超过500个，也就500万，那就收保护费了。用这种方式收保护费了啊！情况，这些都是近期赴美上市的，还有一家是知乎，估计知乎的管理层都在颤抖。知乎也是作恶多端了。提问：美国不是规定财务报表不给审核的外国上市公司要退市吗？而中国根据中国法律是无法给审核的，所以都要退市。请问王老师，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中国公司赴美上市？好问题。还有3年时间，3年时间呢，也就是有3年时间的空间。所以为什么这些中国公司赴美上市的原因就是3年时间可以套现嘛，对吗？否则你怎么办？你想一下，如果这个公司在 A 股上市募集资金，你卖掉股票也好，卖掉还是手上还是人民币啊，还是中国国内啊。中国国内这个形势你怎么弄啊？100个亿，别说100个亿，你就算手上握着10个亿，你不很难搬出去吧？但你在美国上市就不同了，到美国一上市，你手上握着美国的上市公司的股票，那你随时可以套现，对吧？所以为什么中国公司要赴美国上市？就是赶紧套现走人呐，要不你怎么出得去啊？观点：昨夜传深圳砍工资，为的是防止制造业外流，实际上这样做外流只会更加严重，因为工人工资太低，城市物价太高，大家不愿意进城，而工厂确实因为成本太高又不敢涨工资，根本原因是政府税太高，大陆社保负担跟企业税都是台湾的3倍以上，福利连台湾的1半都不到，最近社保又在涨价，中共自己是问题的根本，但他们就是不愿意捅自己的刀子，还要使劲的甩锅割老百姓的肉。这个网友说的非常的对，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工厂招不到工，工厂招不到工不是因为没有工人，是有工人，但是他不涨工资，工人不去啊。现在的情况是很多的工厂招不到工，这是第一个，因为他不加工资，加工资他就没得挣。为什么？这一头是税，这一头是社保，这一头是水电费都在涨，全部都在涨。所以一家企业它的成本已经非常的高了，如果你工资再涨的话，他这个单根本不用接，他根本接的单根本就是赔的。所以这是一头。另外一头呢，现在城市有大量的什么呢？大量的散工。散工就是因为他不愿意去上班，上这个固定的班，因为你上固定班根本就不够他的花费。你想一下，在城市里打工的人，他有2个主要的支出，一个是他在这个城市里生活的成本，另外他还要把钱寄回去给他在农村的父母和孩子，因为孩子放到父母那里，他必须给他们生活费，这2个加在一起
就是他打工的收入，还有一笔钱，什么钱？他每年回去探亲，过年回家，他得有一点钱，你否则你回家怎么见自己的亲人？你连个礼物都没有，怎么行？所以实际上把这三个字费用加在一起，他现在工资现在市场的工资根本就达不到他这个要求，所以他就不愿意去上班。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所以很多的农民工现在不愿意出去没有用，就是没办法往回寄钱，这是一头。另外一头，政府的这个税费、基础设施、基础平台的成本越来越高，为什么？国企垄断啊，所以现在就是这个网友说的非常的对，所以现在中国的制造业现在面临一个巨大的危机啊。提问：珠海横琴区工地80%欠薪，甚至还更多，基本上每天都在处理这些事情，是否可请王先生解释一下这里面的深层次的问题？工地嘛，工地不是有押金吗？所有的工地都是有押金的，他怎么还会欠费？我不知道你的情况，你能去讲具体一点吗？那我怎么解释？能讲具体好吗？情况：朋友在福建国企，年初开始已经实行工资延迟1个月发放。情况：今天晋升了3个上将，南部战区司令员、西部战区司令员、陆军司令员。通过历史新闻来看，这3个人都是近期刚履职，习这是稳稳的要连任了。这跟习连任有什么关系啊？有什么关系？不理解。升3个上将，观点：习近平就是总加速设计师，他的做法已经没有客观的他的做法已经没有客观的判断，他的想法出现巨大的偏差，结局就是自己把自己埋了。OK， 这有点难啊，往自己身上拨土啊。提问：请问王老师，习近平现在是否知道自己的东升西降是严重的误判？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他如果看了我的节目，他就会知道。他没看，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啊。情况：成都地铁最新规划，由之前规划的55条减少为36条，减少16条。类似的情况在全国其他城市也有听说，那就是没钱。地铁对一个城市来说是高消费。什么叫高消费？第一，地铁建设成本巨大，除了要付这个地铁的这个建设的成本，你城市要付出成本。你在最繁华的一条马路上把这个地挖开始修地铁，你试试看，挖个2年，这个原来繁华的地段全都给没落了，影响非常大。所以修地铁成本非常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财政要巨大的这个维持，就是亏损，地铁都在亏损，没有地铁挣钱。那你地铁规模越大，你亏损越多，亏损越多呢，你财政要补贴。所以它缩减19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财政问题啊。情况：中共百年党负面影响开始显现。清华大学退休外文教师蒋义军49年加入共产党，清华大学副校长亲自送上在党50年勋章。蒋教授说我听了这段话，讲得非常的到位啊。他说：我要批评这个党，这样的在党50年勋章，全国要发700多万枚，浪费纳税人的钱。全世界有这么多的党，美国的民主和共和两党都快200年了，都没有听说哪个党大张旗鼓、声势浩荡的办党庆。毛泽东说过，贪污浪费是最大的犯罪。你们这么浪费劳民伤财，发给我一个勋章，我能高兴得起来吗？提问：王老师说过，中国不会走计划经济的老路，因为一旦走老路就自取灭亡。我不大理解这一点。朝鲜一直是计划经济，老百姓民不聊生，都吃不饱，也一直存在。
59年到62年大饥荒饿死3000万人，那些年 CCP 也保持了相当程度的统治。对啊，那是计划经济啊。但计划经济，你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你现在的情况，计划经济现在已经不存在，计划体制不是计划经济，计划体制它是一套系统。那现在中共用的是市场经济啊，市场经济整个政府的运作，整个国家运作是围绕着市场经济展开的。那你放弃市场经济，那你就没有市场，没有市场，你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所有的资产的价格都变归零啊，因为你没有市场，没有市场你没办法交易啊，或者是没有定价，那你肯定会崩溃啊，这就是自取灭亡。所以，如果去再往回走，回到计划体制，我认为它就会自取灭亡。就是原来你支持中国经济取得成功的这些因素，就会瞬间消失。这就是为什么之前要改革开放。所以，我自取灭亡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当你经济全面崩溃的时候，那大家没饭吃啊，这改革开放的原因呢？观点难怪王舍对于说服粉红不感兴趣。王舍是把事情掰开了揉碎的送上餐桌，跟粉红口号式拌嘴，真的是浪费时间。没有，可能还会有很多人有同样的疑问啊，我不是拌嘴啊，不是拌嘴。好，明谢唐伟，谢谢姥姥王，谢谢，精彩报道，非常感动啊，感谢你啊。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